钟楼啊，来到了西安这个钟楼，怎么能不看一看？跟你讲一个超级好拍照的地方，西安 SKP， 但是对面就是千年前的古墙，上城墙了。但千年前好像普通人不可以上来吧？还说普通人可以在那边做买卖，就感觉穿越了。要一个油泼 biang biang 面，这么宽，像皮带一样的，穿梭在汽车里面，很快啊，畅动无阻。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方正矩阵喷泉。原来兵马俑这个东西才被发现出来51年。后面直接就是修复的兵马俑，这个他一看就是南方人，我真服了。我又在赶飞机，我怎么老在赶飞机？现在我登机口，他已经开始登机了。我这次要去的地方是西安。这一次来西安打算待个4天，打算肯定要去个兵马俑看一下，因为上次来西安就没有看兵马俑，然后这个大雁塔看一下，还有钟楼看一下。因为西安完了之后，我就要去成都，然后去川西的，就是一个中国的中西部自由行。看一下，今天我 OOTD 穿了一个中国红的衬衫。黄色的背心、牛仔裤，穿搭普通，孩子就不普通。钟楼啊，来到了西安这个钟楼，怎么能不看一看？你看这边有一个钟，噔噔，在这个位置，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不是19、87、6、3、2、1倒计时吗？就是这个钟给噔给敲响的。当然现在摆这个是赝品，正品的话在一个博物馆里面。钟楼这附近晚上就很漂亮，它把灯一打起来，然后这边就有很多那种可以装造，你就可以穿唐朝啊、隋朝，因为西安还不是13个朝代的首都嘛，所以就有各种朝代，你穿他们的衣服很漂亮，就给你们拍照片。在中国那边拍照超级多，跟你讲一个超级好拍照的地方。我觉得西安很神奇，我很喜欢一点就是看这种高楼大厦或这种新的商场，西安 SKP， 但是对面就是千年前的古墙哎。这个就是古城南门，你看就这种，你看汽车、新能源跟电动车，但是有古墙，就这个画面看起来特别的神奇，让人特别的感叹。我每次去到这种历史古迹，或是那种比如说火山啊，或是那种化石啊的地方，我感觉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滚滚历史车轮下，我们短短的人生什么都不是，所以想做什么尽管去做吧，同志们。从这个地铁通道上来就可以进来了，永宁门。城墙的南门，你看地图上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绿色的地方。这边在古时候就是那种达官贵族啊、有钱人啊、绅士啊，他们生活的地方。谢谢。进城墙喽！上城墙了，往这边前面走就是西边，我们往西的方向走。这个城墙一共14公里，但我刚查了一下，这个城墙它是明代的，所以它不是千年城墙，它就是500年、600年这样。城墙上看着还是很壮观的，很多人就穿这些唐代或隋代的衣服在那边拍照片，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因为这些就是他们古代衣服，想象一下在1000年前，但1000年前好像普通人不可以上来吧？还说普通人可以在那边做买卖。然后楼下就是马车，然后下面地上也不是水泥路，就是泥土路，然后叫卖声挑着扁担。而像我们穿着运动鞋、穿着牛仔裤、拿着智能手机、拿着自拍杆，在这边直播，就感觉穿越了。哎呀，实在走不动了，下城。因为我走了这么个1小时下来，我发现这风景都差不多。其实这边往前走，那边就是回民街，感觉回到了我2017年的这个记忆，一下打开了。在西安，我觉得它这边的建设，就是这些房子真的都非常好看，感觉这个政府就是看是有在用心规划布局这些城市建设，就是要跟那些老房子的屋檐啊，跟一些梁啊是要搭配的。吃饭了，来吃反季腊汁喽！要一个油泼 biang biang 面。肉的，跟阿姨说这里面是3条面，然后这每条面就是有这么宽，像皮带一样的。其实我之前有知道 biang biang 面，但我从来没有尝过。我想说，既然要吃，肯定要去发源地吃。浅尝一下啊，西安第一顿 biang biang 面案来啦，搅拌一下。西安第一口，超级劲道。话锋一转，您猜怎么着？上了个西安突突。我有时候感觉西安跟泉州挺像的，就是我们都会有非常多电动车，而且泉州用这种人力3轮车，但它是电动的。泉州那个人力3轮车现在也变电动，也升级了。然后现在我要去一个地方叫做大雁塔，这种那边实在太堵，我觉得要么就自己租一个电动车，要么就叫这种电动突突，穿梭在汽车里面很快啊，畅动无阻。晚上7点来到了大雁塔北广场，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吗？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方正矩阵喷泉。大雁塔这边下来有很多人拍照，他们打一个灯写什么长安啊，或者什么西安之类的，然后下面就有特别多穿传统服饰的仙女姐姐，这个画面感觉特别穿越，但是我感觉很享受其中。在西安这边逛街好处就是它这边好多个商场，于是在大雁塔对面也有个商场。来到5楼，来这大雁塔。对了，跟你讲，今天我走了1天下来，我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
我走了1万多步，但我这个脚一点都不累，这鞋子真的是非常轻量化设计。我觉得这种轻便舒适又透气不磨脚这种鞋子真的很适合咱们这种一眼不合就暴走一族啊，真的是一双居家必备的好鞋一枚。Anyway， 我觉得刚才夕阳所来这边蓝调拍照比较好看，下面那一个喷泉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无聊，所以你们可以喷泉开始的时候稍微看一下，不用把10分钟全部看完。那个时候是蓝调时刻，就赶紧上来跟大雁塔合个照。大雁塔这个历史我这边讲了，真的是网上可能找得到这个历史讲解太多了，所以我现在要吃个饭，然后我就回家，明天就要开始兵马俑了。现在是第2天我服了，我今天早上刚起床，我想说今天得要去博物馆。我本来打算报一个团的，去9里门口就可以报团，后来我看见网上看攻略说可以自己去，可以在门口去拼那个讲解，因为讲的东西都差不多，反正然后说那出发吧。我想起我好像买门票，好在这个海洋博物馆它余票非常多哦，我看见好像吐了呀，它余票非常多，我现在看买接下2小时的还有3000多张余票，吓死我了！来不及解释，我先给你看见我今天穿的衣服了。今天要去的是博物馆那边走1天，我穿了一个风衣，别问我穿什么风衣，因为现在会下雨。昨天我这边淋了一头，然后里面穿了一个蕾丝背心，穿了一个速干裤，然后还穿上这个。出了，赶紧出发了啊！坐了1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秦始皇兵马俑，我来了。门口全是讲解的，我才知道这些讲解的都不是正规的，都是非官方讲解。没事，我做功课嘞，咱们就按照网上说的，先进门。租了一个的讲解仪，才30块钱，而且中英文都有。这个就是你去哪里，它是有定位的，它自动就会讲解。虽然可能没有说人工讲解那么详细，但是差不多得了，讲太多我也记不住。而且在网上，在 B 站上是可以看那个详细讲解那个坑的。我刚刚在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原来兵马俑这个东西才被发现出来51年，是一个村民他在家里面打井发现了碎片，后来发现，这玩意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古董啊？然后一发现，竟然是兵马俑，妈耶！坐上了摆渡车小白，出发兵马俑1号坑啊！这里面园区这个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在前面那些展出来的兵马俑后面，这些就是修复的兵马俑。这些发现的时候，全部都被压成了碎片。你看这些每一个兵马俑都是由碎片拼起来的。我的天！然后我现在耳机下面就在跟我们讲如何修复这些碎片起来的兵马俑。首先你要把上面的泥土给清理干净，然后把它洗干净，然后给它晒干或者是给它烘干之后，再按照标记，比如说你是哪块区域发现的，然后你给它拼起来。然后专家发现这个黄色这个其实是童子兵，它不超过13岁。这是3号坑，是最小的，只有500多平方米，但是这个破坏最严重，你看破折成这样。而且说因为这个战车的，看这个马它的等级高很多，所以推论来说应该这是一个指挥的责任，指挥的一个地位。从这个2号馆出来，我觉得对面这个山也非常漂亮，在这边拍照也很好看。按照我这个导览顺序，我的2号坑结束了，我的秦始皇兵马俑就结束了，其实挺快的，1个半小时。然后我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如果你们人很多或者你对历史非常感兴趣，你是可以去选一个那个讲解的。但是如果就是因为这边全是知识点，如果就像起点讲解太多了根本记不住，你可以像我一样就租一个这个30块钱的这一个讲解。也够了，这些知识也够多了，然后你就可以在网上看这些讲解，或者你可以这边蹭听一些讲解，因为这边讲解真的很多。比如说刚刚就有一个那个他的那个终极军力俑，说这个他一看就是南方人，还有一个讲解人他是高级军力俑，他有抬头纹，所以他是40岁以上的人，这种就是你去蹭听讲就可以讲的。因为这是我第2次来西安，所以感觉我好像没去什么地方，因为我之前都去过了。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必须要去和没有必要去的地方。首先兵马俑是一定要去的，但一来一回1天就结束了。钟楼、鼓楼和大雁塔是可以放到1天，但是那个大唐不夜城，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它就是一个大型商业街，全是卖东西的，然后巨多人，完全没有那种很好的体验。然后大唐芙蓉园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类似于公园，但装扮的很漂亮，这个我觉得挺值得去。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去，没有时间的话你就看一下古迹也可以了。然后这个网上保本不一，这回民街啊，我去了2、3回了。怎么说呢，就是一进去的那个主街确实是非常游客，非常商业化，但是这边有很多当地人在那边生活的，所以你就往里面向着走，就是他们当地人生活、当地人买东西的地方了。然后来西安大家一般都会做一些妆造跟中国拍照，但我个人对这是不感兴趣的，所以没办法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经验了。希望大家来西安可以玩得开开心心，真的非常值得一看。等你们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了，我把这双 OGR 鞋子也穿过来了，真的很好穿。行，接下来你们等我的川西 vlog 吧啊。